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绝地反击后，戳穿了王一博的真实处境，杨幂说早就对了。近日，赵露思与其经纪公司撕得天翻地覆，她也是因陷入绝境，迫不得已反击。根据赵露思发的长文，从中得出以下几点信息：一，她与经纪公司沟通不畅，主要是经纪公司不愿意与她沟通。二，生病时耽误工作的赔偿问题。前段时间，赵露思因为生病耽误了很多工作，尤其是提前说好的工作，所以就要赔偿给品牌方。但是她是意外生病，并不是故意生病，赔偿应该不由她赔偿。或者是不由他全部赔偿，但是他的经纪公司却让他全部赔偿，没有经过赵露思的同意，就把几百万划走。三，失去自由。赵露思自己开的工作室，却没办法自己掌握，公司的运营权掌握在经纪公司手中，他的工作室员工都剩不下几个，他却没有权利去管。四，经纪公司以封杀威胁他。他不受威胁，想主动解约，甚至表示自己有存款，还能够好好生活，以后不在娱乐圈干了，打算开个小面馆。五，他以后不再相信经纪公司，后悔当初没有报警处理。六，他总体控诉了经纪公司的冷漠，没有人性，眼中只有钱财与利益。其实赵露思和经纪公司的矛盾已经持续很久。之前她生病的事就上了几次热搜，那时她就已经开始控诉经纪公司的冷漠无情，表示她生病和经纪公司有关，她被老板殴打过，工作时间太长太辛苦，每天只能休息2个小时，导致身体垮掉等等。那时她生病，有些人不相信她，觉得她是在炒作，假装生病，但他表示自己的确身心健康都出现问题。现在这种情况持续了这么长时间，他终于撕破脸，打算与经纪公司分道扬镳。只是解约的问题比较困难，如果他真的要解约，可能要赔付上亿违约金，对他并没有好处。现在合约离到期还有5年时间，如果他能再忍耐5年，起码不用赔上亿元。当然，他现在想靠舆论与帽子叔叔帮他解约，尽量少付解约费。但结果会不会如他所愿，还没有定论。他发长文后，经纪公司回应的都是官方话语，没什么价值。还有于正等人蹭热度，表示赵露思是被背刺了。这些对赵露思的处境改变并没有作用。其实在娱乐圈，和他一样处境的有很多，不止他一个。比如以前的杨幂，曾经的赵丽颖，现在的王一博等。以前杨幂在没有大火之前，也遇到过和赵露思一样的境况。她也和某经纪公司闹翻，被封杀了一段时间。当时的事件还导致她和闺蜜刘诗诗、唐嫣等分道扬镳。她曾经发文，杀不死她，就等着他以后变强大吧。感觉他的这种气势，又像是曾经的赵丽颖一样。赵丽颖也经历过黑暗阶段，后来她也说她会让自己变强大，最终也的确强大了。杨幂也是如此，现在的她强大到无人敢欺。他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有了实力，有了话语权，有了自由，也从小小的演员过渡到公司股东。而赵露思如今也走着曾经杨幂和赵丽颖走的路，只是当初的杨幂和赵丽颖没有像赵露思这般闹得很凶。如果赵露思不能像杨幂和赵丽颖那般，凭借努力让自己变成有一个有实力的人，那么她只能退出娱乐圈，做其他工作。现在的王一博也和赵露思一样处境，他们都是经纪公司的头部，为经纪公司赚了很多钱，但是却被经纪公司压榨太多。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，
经常没有时间休息，并且有时候还要带病工作。经纪公司有时候不合理的要求，他们也得达到。一般来说，经纪公司基本上都没有人情味，这本是常事，有些演员能接受，有些演员接受不了。他们都失去一定的自由，想自己掌握权力，但是都做不到。经纪公司对他们一向只有命令，不会有平等沟通。钱财问题更是经纪公司分得多，他们分得少。一旦涉及赔偿，也是从他们身上出。虽然他们本身赚的比普通人多，但是和经纪公司比较起来也是吃亏很多。赚钱的同时，他们也失去了很多，失去了身心健康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失去了利益分配权。而且他们不能反抗，一旦反抗，经纪公司就会以封杀威胁。一旦被封杀，就会严重影响事业。如果他们妥协，说不定事业还会恢复；如果他们不妥协，说不定事业会被毁灭。这就是赵露思和王一博等明星的真实处境。其实他们的遭遇和普通打工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一个赚钱多，一个赚钱少罢了。如果他们不像杨幂那样把自己变得强大，那么他们将没有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。再说赵露思和王一博还不同于杨幂和赵丽颖，他们发生过一些负面事件，曾经被官媒点评是绝望的文盲。赵露思说错基本常识，王一博写错很多字，连最简单的字都不会写。他对自己饰演的角色相关问题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头脑空空，没有文化。其实除了两人外，绝望的明星文盲还有很多，比如杨洋把基数说错，把字说错等。他们现在在娱乐圈的境遇都不如从前，也和他们的文化、实力等相关。很多老戏骨都说过，明星一定要有文化，要注重文化，好好学习，不然演戏连剧本都读不懂，还如何演戏？但是有些明星就是不注重学习，只靠容貌在演戏，当然事业不会长久。他们也严重影响了现代青少年的三观，会让青少年也不注重学习，只想当明星赚钱。如果将来都是没文化的人，那么将没有人为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。只有这些娱乐明星给人带来肤浅的娱乐而已，那么社会之盛退步。赵露思和王一博想改变处境，就需要提高自己的实力。如同杨幂所说，杀不死的就会变强大。他们如果不想被杀死，起码得好好学习，不要让自己只停留在表面的肤浅。有内涵、有实力的人也会被尊重，也会被那些经纪公司忌惮。终有一天，弱小的人会变得强大，也会和强大的人成为平等关系。